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聊的這個話題，絕對會讓每一個關心台灣、關心國際局勢，甚至是關心基本做人道理的朋友，感到熱血上湧，甚至是一股難以壓抑的憤怒直衝腦門。我們要談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那個在東亞地緣政治中總是讓我們感覺最熟悉的陌生人——韓國。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大家試着閉上眼睛想象一下，現在的時空背景是2025年的12月，首爾的漢江邊上寒風凜冽，氣溫已經降到了零下10幾度。但在韓國的政治圈，在這個所謂的民主國家的輿論場裡，卻正在燃燒着一把前所未有的熊熊烈火。這把火不是因為北邊的金正恩又發射了什麼導彈，也不是因為韓國財閥又出了什麼貪腐醜聞，而是因為韓國政府做了一件讓全世界民主陣營都感到匪夷所思，甚至感到羞恥的事情。這件事情的導火索就是韓國的 K-ETA， 也就是所謂的電子旅行許可系統。在這個數位化的時代，它是每一個想要進入韓國的外國旅客必須經過的第一道大門。然而，就在這個代表國家門面的系統裡，韓國政府具體的說是尹錫悅之後的李在明政府，竟然在毫無預警、毫無必要的情況下，強制性的將台灣這個選項從原本獨立的類別，硬生生的塞進了中國 China 的下拉菜單裡，變成了一個附庸式的中國台灣。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技術性的小調整嗎？不，各位，這絕對不是什麼程序員手滑寫錯了代碼，這也不是什麼行政系統的系統更新 bug， 這是一場精心計算過的赤裸裸的政治羞辱。這不僅僅是台北方面單方面的抗議，這更是一場在韓國國內引發了關於國格、關於外交底線以及韓國人到底還要不要臉的全民大辯論。為什麼我會說的這麼嚴重？因為連韓國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韓國的主流媒體，那些平時眼高於頂、自視甚高的大報社，包括保守派的朝鮮日報和中央日報，這次竟然破天荒地沒有站在青瓦台這一邊。他們沒有為政府的決策辯護，反而像是瘋了一樣，連篇累牘地發社論、發特稿，質問李在明政府為了討好北京，我們韓國是否已經丟掉了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最基本的尊嚴？為了那一點點所謂的經貿利益，或者是為了在朝核問題上祈求北京的一點點臉色，我們是否正在背棄那個與我們共享民主價值、在經濟上緊密相連的鄰居台灣？特別是朝鮮日報的那篇社論寫的那是字字誅心，他們直接質問坐在龍山總統府裡的那些高官們，在你們決定羞辱台灣之前，你們有沒有先睜開眼睛看看我們韓國現在那慘淡的出口數據？有沒有看看是誰在半導體產業鏈上掐着我們的脖子？這種來自韓國社會內部的自我拷問，這種帶着羞恥感的怒吼，比任何來自外部的指責都更加振聾發聵。它清晰地向台灣傳遞了一個信號，在這一刻，韓國的民意並沒有和那些只會看北京臉色的政客站在一起。韓國的老百姓對於這種卑躬屈膝的外交姿態，同樣感到了深深的羞恥。但是，朋友們要真正理解這種羞恥感的來源，要理解為什麼這次事件會讓台灣人感到如此的憤怒，甚至是一種被朋友從背後捅了一刀的寒心。我們不能只看現在，我們必須把目光拉長，去回望一段跨越了整整20年的歷史公案。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名字變更問題，這是一筆關於尊重與回報的道德爛賬，是韓國政府在處理對台關係上長期以來那種投機主義、背信棄義的慣性使然。讓我們把時鐘撥回到2005年，那是一個對現代韓國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年份，也是檢驗台韓情誼的一塊試金石。當年的漢城市長李明博，為了確立韓國的文化主體性，為了擺脫歷史上作為中華附屬國的陰影，為了告訴全世界韓國是韓國人的韓國，他召開了一場面向全球的新聞發布會。他鄭重其事，甚至帶着一點懇求的語氣宣布，韓國的首都從此以後不再叫漢城，請全世界叫它首爾。各位要明白，對於使用漢字幾千年的東亞文化圈來說，這絕對不是一件小事。這不僅僅是改一個發音，這是要推翻幾百年的語言習慣，這是要修改數以億計的地圖、教科書、
官方文件、路牌，甚至涉及到無數的商業合同和法律條文。這是一項浩大的、昂貴的，甚至在很多人看來是瞎折騰的工程。當時的北京是什麼反應？大家應該還記得，那種冷淡，那種遲疑，甚至帶着一種因為被冒犯而產生的傲慢。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的官方媒體依然堅持使用漢城這個稱呼，以此來表達對韓國去中國化的不滿。甚至有不少中國學者公開發文嘲諷，說韓國人這是數典忘祖，是文化自卑的表現。但是台灣呢？我想請大家回憶一下，當時的台灣政府、台灣媒體乃至普通的台灣民眾是如何反應的。我們幾乎是在第一時間毫無保留的全面的採納了首爾這個新名字，台北的捷運路線圖改了，我們的地理教科書改了，我們的新聞播報改了，甚至連旅行社的宣傳單都連夜重新印刷。為什麼？因為台灣人雖然自己在國際上處境艱難，雖然我們也使用漢字，但我們懂得一個最基本的普世價值：名字是主人的權利。尊重一個國家對自己首都的命名，就是尊重這個國家的主權，就是尊重這個民族的尊嚴。那時候的台灣沒有計較改名帶來的巨大行政成本，沒有像北京那樣嘲笑韓國人敏感脆弱的民族自尊心，而是選擇了無條件的、最快速的支持。這就是台灣人的厚道，這就是台灣人的格局。然而，20年過去了，當時光流轉到2025年，當角色互換，當台灣請求韓國僅僅是在那個小小的 K 塔下拉菜單裡，把帶有強烈政治意味、帶有明顯矮化意圖的中國台灣改回台灣時，韓國政府是怎麼做的？他們沒有展現出一點點當年台灣對他們的那種尊重。面對台灣外交部的嚴正交涉，面對台灣民意的強烈反彈，韓國外交部給出的回答竟然是冷冰冰的6個字：維持現有立場。這6個字不僅僅是傲慢，它像一把鹽，直接灑在了台灣人心中那道關於1992年的舊傷口上。那一年，對於所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台灣外交官，對於所有有記憶的台灣人來說，都是一段痛苦的記憶。1992年，韓國為了與中國建交，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宣布與台灣斷交。這種斷交不是正常的程序，而是一種近乎羞辱的驅逐。他們限令台灣的外交人員在24小時內離境。大家能想象嗎？24小時，連打包行李的時間都不夠，連和當地的朋友道別的時間都沒有。更過分的是，他們將台灣在首爾明洞那塊價值連城的使館，館產那塊不僅有着巨大經濟價值，更有着深厚歷史情感的土地和建築，直接沒收，然後轉手就作為禮物交給了北京。那是台灣外交史上最黑暗、最屈辱的一頁。在外交圈，這種行為被稱為背刺；在民間，這叫抄家。30多年後的今天，韓國政府在 K 塔上的做法簡直就是當年的翻版。這是一種何等雙標的嘴臉。這好比什麼？這就好比你的鄰居家要改名字，你第一時間送上賀禮，改口稱呼，表示尊重。結果輪到你希望鄰居叫對你的名字時，鄰居卻為了討好遠處的一個惡霸，故意當着所有人的面喊你的綽號，甚至喊那個惡霸給你起的侮辱性名字來羞辱你。這種行徑徹底暴露了韓國縣政府外交政策中那種深入骨髓的功利主義惡臭。他們似乎認為台灣的善意是廉價的，是可以隨意揮霍的，而北京的怒火是昂貴的，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平息的。他們以為台灣人健忘，以為台灣人習慣了被打壓就會忍氣吞聲，但他們錯了。台灣人不僅記性好，而且在學會了隱忍之後，終於學會了反擊。那麼韓國政府所謂的無奈，真的站得住腳嗎？他們真的像他們解釋的那樣，是因為某種不可抗力，或者是為了遵循什麼國際慣例，才不得不這麼做嗎？為了揭穿這個謊言，我們不需要聽韓國外交部的狡辯，我們只需要睜開眼睛，看看這個世界，看看那些真正的文明國家是怎麼做的。我們進行了一次全球範圍的實證調查，這個結果足以讓韓國政府無地自容，足以把民主支持這頂帽子死死地扣在他們的頭上。我們無意將韓國與那些在經濟命脈上深度依附北京，導致外交決策缺乏自主空間的第三世界國家相提並論。
因為那種比較本身就失去了參考價值。我們只看那些和韓國一樣自詡為民主發達國家、自詡為西方陣營夥伴的國家，我們看看這些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問題時交出了什麼樣的答卷。這一比真的就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韓國竟然成了那個唯一的可恥的異類。首先，我們來看看美國。美國是韓國的大哥，是韓國安全的保護傘。韓國在外交上言必稱美韓同盟。如果你去申請美國的電子旅行授權系統 ESTA， 你會發現在國籍選項裡，你可以清楚地找到一個選項 Taiwan， 沒有括號裡的 China， 沒有前綴的 Province， 就是乾乾淨淨、大大方方的 Taiwan。這依據的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在法律層面給予台灣事實上的國家待遇。美國人怕北京嗎？當然，美國也怕麻煩，中美關係也複雜，但在原則問題上，在對待一個民主夥伴的身份認同上，美國人守住了底線。美國人知道，讓台灣人以台灣的身份入境，是對這塊土地上2300萬人最起碼的尊重。再看看日本，日本是韓國的鄰居，也是歷史上的宿敵，但在對待台灣的問題上，日本人的腰桿比韓國人硬了不知多少倍。作為第一島鏈的核心盟友，在他們的電子入境系統裡，台灣不僅是獨立的選項，甚至還享有和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快速通關待遇。日本政府非常清楚，台灣遊客是他們最優質的客源。台灣人守規矩，消費力強，對日本友好，給予尊重，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日本人在這一點上展現出了極高的商業智慧和政治情商。他們甚至在鐵路周遊券的系統裡專門為台灣設置了繁體中文頁面，與中國大陸的簡體中文徹底區分開來。這是一種細節上的體貼，更是一種政治上的表態。接着看歐洲，那個以官僚主義著稱、辦事效率常被吐槽的歐盟。英國的 ETA 系統以及歐盟即將在2025年全面實施的 ETIS 系統，涵蓋了法國、德國、意大利等27個國家。這27個國家內部意見經常不統一，但在對待台灣的問題上，他們無一例外全部將台灣列為獨立的免簽實體。在那個由27個國家組成的龐大聯盟裡，沒有一個國家覺得寫上台灣有什麼問題，甚至連遠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是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新加坡，這些在外交上以圓滑著稱，甚至相對親華的國家，在他們的電子入境卡裡也給了台灣一個獨立的選項。馬來西亞甚至還開放了電子閘門給台灣護照使用。馬來西亞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尚且能做到這一點。韓國作為美國的軍事盟友，作為號稱全球樞紐國家的發達經濟體，竟然做不到。在這個全球民主陣營的名單裡，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歐盟，每一個名字都在狠狠地打韓國的臉。在全球主要民主國家中，韓國竟然成了那個唯一的反面教材。它成了第一島鏈上唯一一個在國門系統裡配合北京進行政治審查的發達國家。它也成了整個西方陣營裡唯一一個在電子入境卡上對台灣進行政治矮化，甚至比聯合國某些被滲透的機構還要積極的國家。這就讓韓國政府所謂的行政慣例、技術困難的辯解顯得如此蒼白無力，甚至顯得滑稽可笑。別的國家都能做到的事情，為什麼偏偏你韓國做不到？是因為你的 IT 技術太落後，改不了一個代碼？還是因為你的骨頭太軟，站不直腰？這哪裡是什麼技術問題？這分明就是政治投機，是赤裸裸的背信棄義。這背後深刻折射出了韓國外交長期以來的功利主義底色，以及李在明政府在面對地緣政治壓力時的慌亂與短視。韓國的外交決策似乎永遠在一種極度的不安全感和投機心理中搖擺。他們在安全上依賴美國，在經濟上依賴中國。這種雙重依賴結構讓他們養成了一種兩頭通吃的壞習慣，甚至是極強的生存哲學。他們不像日本，日本雖然也和中國做生意，但在安全和價值觀上始終與西方保持高度一致，有清晰的戰略定力。日本知道誰是朋友，誰是潛在的威脅，但韓國的外交更像是一棵牆頭草，風往哪吹就往哪邊倒。
在李在明政府看來，得罪台灣的成本很低。他們拿着計算器算計着，台灣人雖然生氣，但為了半導體供應鏈，為了追星，為了旅遊，為了那些貿易順差，可能罵兩句也就忍了。畢竟台灣在國際上一直是個好說話的角色，一直是個為了大局委曲求全的角色。但是他們算計着，得罪北京的風險很高，那意味着貿易制裁，意味着中國遊客的減少，意味着在朝鮮問題上失去北京的斡旋。所以在這道選擇題裡，韓國政府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犧牲台灣來向北京納一份投名狀。但是朋友們，他們嚴重誤判了形勢，也嚴重低估了台灣。他們以為可以用中國台灣這個標籤來討好北京，卻不知道這卻讓自己在國際社會面前變成了一個笑話。一個號稱民主自由的國家，卻在幫着威權國家打壓另一個民主夥伴。這種行為不僅傷害了台灣人民的感情，更是在民主陣營內部制造了裂痕。當美日歐都在強化與台灣的連結，都在試圖把台灣納入全球安全架構的時候，韓國卻在搞去台灣化。試想一下，如果未來台海真的有事，美國和日本怎麼敢信任一個連在入境卡上都要看北京臉色的盟友？韓國這不僅僅是在羞辱台灣，更是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軟弱和不可靠。這也是為什麼韓國國內的輿論會如此反彈的原因。韓國的老百姓，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不傻，他們生活在網絡時代，他們看得到誰是朋友，誰是霸凌者。他們厭惡中國在經濟上的脅迫，厭惡中國遊客在濟州島的某些不文明行為。他們對那個強大的鄰居有着天然的警惕。相反，他們對台灣有着天然的親近感。他們喜歡台灣的珍珠奶茶，喜歡台灣的電影，喜歡想見你，更認同台灣的民主價值。當他們看到自己的政府為了討好那個他們反感的國家，而去羞辱他們喜歡的台灣時，那種憤怒是發自內心的。他們覺得丟臉，覺得自己的國家在國際上抬不起頭，變成了世大主義的奴才。在這樣的民意壓力下，台灣外交部的反擊就不再是孤軍奮戰，而台灣這次亮出的經濟底牌更是精準擊中了韓國的要害，讓那些以為台灣只能忍氣吞聲的韓國官僚們嚇出了一身冷汗。229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當這個數字被拋出來的時候，韓國財閥們坐不住了。這229億大部分是韓國賣給台灣的存儲晶片、DRAM、石化產品和精密機械。很多人，包括很多韓國人，都有一個誤區，以為台灣買韓國的存儲晶片是台灣依賴韓國，大錯特錯。在今天的半導體格局中，這完全是顛倒的。讓我們用一個通俗的比喻，在半導體這個行業裡，存儲晶片 memory 就像是麵粉，是食材，而邏輯晶片 logic chip， 特別是台積電製造的先進製程晶片，那是頂級大廚的獨門秘方和烹飪技藝。韓國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生產的是全球最好的食材，這沒錯。但是這些食材如果不經過台灣台積電這個頂級大廚的加工，不通過 CoWoS 這種先進的封裝技術，把它們和邏輯晶片精密的縫合在一起，它們就變不成輝達、NVIDIA 的 AI 晶片，變不成蘋果的處理器，變不成驅動這個人工智能時代的超級大腦。換句話說，台灣掌握的是點石成金的核心技術。沒有台灣的封裝，韓國的存儲晶片就只能是堆在倉庫裡的沙子。如果台灣為了報復調整供應鏈策略，會發生什麼？台灣可以去買美國美光 Micron 的存儲晶片。美光在台灣有龐大的工廠，擴產很容易。台灣也可以去買日本凱霞 Kioxia 的產品。雖然短期內替換韓國的食材會有點麻煩，會有點陣痛，但絕不是做不到。但是如果韓國失去了台灣這個大廚，他們的存儲晶片賣給誰？賣給中國嗎？別忘了，中國正在拼命搞國產替代，長興存儲正在瘋狂擴產，恨不得把韓國企業擠出市場，賣給美國嗎？美國並沒有那麼大的封裝產能來消化這些海量的存儲晶片。一旦台灣減少採購，韓國的半導體產業將會面臨庫存積壓、產能過剩的巨大壓力，那是幾百億美金的損失。更何況，韓國自己的消費電子產品，三星的手機、現代的汽車、LG 的家電，
哪一樣不需要台積電代工的邏輯晶片作為大腦？如果台灣在產能分配上對韓國企業進行哪怕是一點點隱性制裁，把他們的訂單往後排一排，讓他們的晶片晚到貨2個月，各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在科技行業，晚發貨3個月就意味着市場份額的永久丟失，意味着整整一代產品的失敗，這才是真正的非對稱打擊。台灣不是在祈求韓國，台灣是在警告韓國，別把掌握你命脈的合作夥伴逼急了，別以為你可以一邊賺着台灣人的錢，一邊打着台灣人的臉。所以這次 KTA 事件對於韓國來說，絕不僅僅是一個面子問題，而是一場嚴重的外交誤判，甚至可能演變成一場經濟災難。李在明政府以為自己很聰明，玩了一手漂亮的平衡術，結果卻是兩頭不討好。在北京那邊，人家覺得這是你應該做的，是你作為屬國的本分，不會給你多少獎賞，甚至可能覺得你做的還不夠，還要你做的更多。在台灣這邊，你結下了梁子，可能面臨實質性的報復和長期的不信任。在美日盟友那邊，你又被貼上了不可靠、軟骨頭的標籤，在未來的安全合作中會被邊緣化。在國內，你被民眾罵成了賣國賊、軟腳蝦，支持率暴跌，這就是典型的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而對於我們台灣來說，這次 KTA 事件雖然是一次羞辱，但我認為它更是一次痛苦但必要的覺醒。它像一盆冰冷的洗腳水，徹底澆醒了那些還沉浸在韓流幻夢中，對韓國抱有不切實際幻想的人。它告訴我們，國際關係是殘酷的，是現實的。在這個叢林法則依然存在的世界上，尊嚴不是靠別人的施捨，也不是靠委曲求全，靠當乖寶寶就能換來的，而是靠自己的實力去爭取的，是靠我們手中的籌碼去博弈出來的。這次事件讓我們看清了誰是真朋友，誰是假客氣。它讓我們更加珍惜那些在這個問題上堅定支持我們的國家，比如美國，比如日本，比如那些看似遙遠卻堅守原則的歐洲國家。同時也讓我們更加明白自己手中掌握的那些核心技術，那些經濟籌碼到底有多麼重要。台灣手裡的半導體不是用來炫耀的，它是我們的護國神山，是我們的鎧甲，也是我們的長矛。它是用來防身的，是用来在關鍵時刻讓那些試圖羞辱我們、出賣我們的對手感到痛的。如果韓國堅持要當那個逆行的異類，堅持要為了眼前的小利而出賣靈魂，堅持要在全世界都擁抱台灣的時候選擇背棄，那麼被歷史羞辱的最終將不是台灣，而是韓國自己。他們將在國際舞台上留下一個永遠洗不掉的污點，一個向威權低頭、背刺民主盟友的投機者，一個在關鍵時刻選擇了站在歷史錯誤一邊的國家。這場風波讓我們看清了韓國，也看清了自己。它提醒我們，台灣的路注定是孤獨而艱難的，但也是光榮而堅定的。我們不需要靠別人的恩賜來定義自己，我們不需要那個小小的下拉菜單來證明我們的存在。我們用我們的實力，用我們的民主，用我們的文明，用我們無可替代的經濟地位，在這個世界上深深地刻下台灣這2個字。各位朋友，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不要因為憤怒而失去理智，但也不要因為習慣而選擇遺忘。記住這種痛感，因為它會讓我們變得更強大。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如果你也認同我們的觀點，如果你也為台灣感到不平，請訂閱我的頻道，點讚、轉發，並把這個視頻分享給你身邊每一個關心台灣未來的朋友。讓我們一起為台灣發聲，讓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